上面這位正在給台下企業家上課的大佬名叫高雲峰，是我國最大激光設備廠商大族激光的創始人。此刻他正在向學員傳授如何管理外國員工的經驗。他稱大族在海外有10幾家公司，对外國員工一定要嚴格管理，就像打卡一樣，要管到每1分鐘。一旦給外國員工放羊，那公司就完蛋了。这段話被傳到網上後，引發了不小的爭議。有人反對，說他面由心生，將中式管理移植到了海外，捲全球；也有人贊同，說他是真正懂管理的。外國員工就是欠收拾。你可以不同意他說的話，但是近期在他管理下的大族系表現已經超越了90%的企業。5月27日，大族数控股價衝破300元一股，創下歷史最高點，市值狂飆至1480億元。與1月份相比，這家公司在短短5個月內市值整整膨脹了900億。換算到高雲峰個人持股上，相當於現在他每天淨賺1.24億，真正意義上的日賺一個小目標。那麼這個潑天的富貴從何而來呢？從 AI 而來。大族數控1季度財報裡清晰的寫着，公司營收增長主要係 AI 服務器 PCB 市場專用加工設備的旺盛需求。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簡單來說，就是現在全球都在搶建數據中心，數據中心要 AI 服務器， AI 服務器要很多 GPU， PCB 就是生產 GPU 的骨架，而大族激光的設備就是在骨架上打孔的工具。不能說和 AI 聯繫很緊密吧，反正這波行情給高雲峰等到了。去年1到10月，全球 PCB 廠商都在瘋搶打孔機，而高雲峰以每台近70萬的價格賣了4499台。時至今年，瘋搶的勢頭有增無減。大族激光的銷售額同比翻了1倍，與英偉達深度綁定的 PCB 工廠如盛虹科技、臻鼎科技都是大族激光的大客戶。人們常說互聯網沒有基業，在一眾媒體追捧高雲峰之際，他們似乎忘了同樣一個人，在2019年時被他們追着罵了大半年。近日有媒體發現，大族激光在瑞士買了一塊地，計劃要建一座高科技研發中心，結果蓋了8年後，落成的竟然是一家豪華酒店。記者就這個問題採訪了高雲峰，質問其是不是在拿股民的錢跑到海外給自己建豪華酒店。高雲峰當場破防，怒怼記者道：“你是什麼角色？你有什麼資格來質問我？這是我們自己的資金，我當然有權利做任何經營決策，你管我那麼多。”採訪錄音曝光後引起軒然大波，有人評價道，即使他造出了改變中國制造業的機器，卻始終沒有能擺正自己作為現代企業治理者的位置。那麼高雲峰究竟是硬核的技術天才，還是無法管理自己情緒的傲慢暴君？答案或許就藏在他的創業經歷中。現年59歲的高雲峰出生於吉林，有一種觀點認為，東北之所以難出企業家，是因為東北人說話太直，容易得罪人。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對於一些要靠關係才能做的生意確實如此。但是高雲峰所在的制造業大部分還是要憑借實力說話，設備技術好，客戶會上門搶着買，技術不好送人家都不收的。虽然高雲峰繼承了東北人性格中的豪爽與口无遮攔，但他確實有真本事。他創業的第一筆投資是靠手搓激光設備賺來的。是的，你沒有聽錯，高雲峰能夠手搓激光設備。那是1992年，高雲峰從北航畢業後被分配到了南航教書，能夠得到全球2大頂級理工院校的認可，證明高雲峰並非泛泛之輩。果然入職後不久，高雲峰就辭去了教職，毅然南下香港找機會。先是與朋友合夥開了家維修公司，幫廣東一帶的工廠修設備。久而久之接觸到了激光設備。高雲峰是學飛行機械出身，激光設備聽上去很高級很複雜，但是在他眼裡與普通設備沒有什麼區別，關鍵是数控系統，把軟件調教好了，設備就能跑得好。在某次修理的過程中，高雲峰偶然聽到客戶訂的一台德國激光打標機遲遲沒有發貨，正在抱怨德國人發貨速度慢，他便說要不你從我這兒買，我3個月交貨。客戶将信將疑，給了他40萬港元的定金。高雲峰立刻回深圳，在華强北租了一間100平的公寓，開啟了為期3個月的手搓仙人模式。白天，高雲峰在華強北市場採購了各種電路板、台線、不筋式電機等元件。晚上回到公寓後，他一個人拿着電烙鐵、無萬用表和螺絲刀，將這些零件一點點焊接走線，拼裝成機床的物理框架和電控系統。組裝硬件只是第一步，激光打孔機的真正技術壁壘在軟件系統，把電腦裡的矢量圖變成高速擺動的電信號。高雲峰硬是靠自學，一行行敲出了一套激光設備的操控代碼，打通了軟硬件之間的隔閡。在沒有無塵車間、高端光學儀器的情況下，高雲峰在出租屋裡手搓了一台激光打標機出來，用戶驗貨後非常滿意，不僅爽快地支付了尾款，還建議高雲峰，你這麼有才，不如直接開一家激光設備廠好了。這位客戶隨後又追加了40萬港元作為天使投資，協助他注冊了公司。這台在華強北公寓手搓出來的設備，如今作為大族激光001號產品被寫進了常識。創業是艱難的，即使大族的激光設備價格僅有進口產品的一半，但是在崇洋的思想下，高雲峰依舊賣不出幾台。1997年臨近除夕，工廠還欠着工人的工資，高雲峰想，要不跑路吧，反正當時的廣東每天都有跑路的老板，不少自己一個。最後理智戰勝了逃避的想法，他典當了工廠裡唯一值錢的面包車，換了幾萬塊，發給工廠回家過年。年關熬過去了，但是銷售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痛定思痛後，高雲峰決定改變打法，去找溫州的紐扣廠合作。當時溫州人靠着出口服飾賺得盆滿缽滿，對於紐扣的需求非常大，但是傳統的紐扣用的是模具壓印，圖案粗糙死板。高雲峰便給溫州的老板演示
激光設備雕出的圖案複雜且精美。溫州老闆說：“你的設備好是好，但是價格貴，我萬一生產出來紐扣賣不出去怎麼辦？”高雲峰拍着胸脯說：“你先免費用，賺了錢再跟我結賬好了。”後來為了確保這些紐扣的銷路，高雲峰甚至自己當起了推銷員，帶着做好的紐扣向下游服裝廠推薦，告訴他用這些激光雕刻的紐扣，你們的服装檔次會變高。靠着這套創造需求、倒逼採購的策略，大族激光終於打開了銷路。但在溫州這一個細分市場上，高雲峰就狂攬3億元的銷售額，幫助大族走出了最艱難的初創階段。2004年，大族激光在深交所中小板成功上市，而真正讓高雲峰和大族激光一戰成名的是另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的暴君喬布斯。2008年，喬布斯為了打造極致輕薄的蘋果產品，對於制造工藝提出了近乎變態的要求，傳統的機械打磨根本無法滿足。高雲峰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大族激光成功打入果鏈，從為 iPad 提供激光打標開始，隨後全面覆蓋 iPhone 的焊接、切割等核心工藝。伴隨着智能手機時代的爆發，蘋果的巨額訂單不僅讓大族激光的營收幾何級的飆升，更倒逼着它的精度達到了世界一流的水平。高雲峰也順理成章的坐上了國內激光設備首富的寶座。如果故事到這裡結束，高雲峰就是一個草根逆襲加技術報國的勵志樣板。然而2019年瑞士酒店事件將他推向了輿論的對立面。從2011年起，大族激光在瑞士籌建了一個歐洲研發運營中心，項目最初預算只有5千萬元，但經歷8年時間，預算竟一路狂飆到了10.5億元，而且遲遲不完工。更令人大跌眼鏡的是，記者實地探訪發現，那裡根本沒有什麼高大上的實驗室，只有一家正在施工的5星級豪華酒店。輿論瞬間炸鍋，高雲峰是不是拿股民的錢跑到海外給自己建豪華酒店？當記者就此打電話質問高雲峰時，這位東北汉子瞬間破防，脫口而出那句著名的靈魂3問：你是什麼角色？你有什麼資格來質問我？你管我那麼多？一個1000億市值的上市公司老板，竟然連上市公司的錢不僅是你的，也是全體中小股東的这一個基本常識都不懂，這讓他坐實了缺乏現代企業治理精神的惡名。事發後，為了自證清白，高雲峰花重金聘請了全球頂級的會計事務所進行專項審計。為什麼研發中心會變成酒店？結果令人啼笑皆非。原來大族激光在瑞士買下的地皮包含一座100年舊酒店，受當地嚴苛的法規限制，必須保留其酒店功能。高雲峰低估了歐洲慢節奏的審批、高昂的人工及古街改造的難度，致使預算從5千萬飆升至10幾億，歷時8年拖成了酒店裝修工程。最終面對資本與監管的雙重高壓，高雲峰只能自掏腰包自折算。2020年，他以10.3億元將這個累計投入11.5億元的爭議項目全資剝離至自己名下的私人公司，由個人為這場投資失誤兜底。說到底，高雲峰既不是完美的商業領袖，也不是純粹的資本狂人。撕開所有標籤，高雲峰本質上還是那個把自己關在華強北出租屋裡的手搓仙人。他習慣了掌控一切，他這個人就像他親手造出來的機器，沒有溫潤圓潤的外殼，偶爾會發出刺耳的轟鳴引人側目，但只要通上一次電，他發出的激光總是極其精準鋒利，一次次毫不遲疑的切開时代的風口，憑借硬實力接住了這輪 AI 浪潮帶來的破天覆蓋。